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国服那边已经出现了赛罗利的危机新的 boss， 在之前的公告中有提到这个新的 boss 的名字，他叫拉曼山萨满。那么当这个 boss 出现的时候，又出现异样的声音了，哇，新的 boss 很难打，所以我还是要重复那一句话，没有难打的 boss， 只有猪队友而已。所以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新的 boss 有哪一些技能，还有他的打法要怎样去玩，有什么攻略之类的。首先介绍核心技能，他拥有4个技能，其中一个当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，他就会随机选择5个玩家，其中一个玩家在头顶上会出现箭头的标志，这个时候这个玩家就要避开其他的玩家，或者是他自己走开。当然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别人在一边，你在另外一边继续攻击这 boss 啦。就像你们看到我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司机头顶上有箭头，但是他离我们有一段距离。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玩家呢？因为这个 boss 他的技能就是会让一些落石落在这个玩家上面，而且是持续12秒，而且同时间这个 boss 会获得12点能量。这个能量是什么呢？等一下再解释。不过你们也不要以为这个落石只会打到那个指定的玩家而已，如果那个玩家旁边有其他的队伍，它会出现一个圆形范围，也会攻击到旁边的队友。就像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其实呢那个圆形范围不会说非常大啦，每一个人平均在一个地方都是 OK 的。至于为什么这个玩家不躲开呢？等一下我会解释。那么这个落石的伤害每一次是2000，只要打中了一个部队，它就会刷新时间。就是说如果你是完全不躲开的情况下，它将会再打多一次，但是未必是在你身上，有可能是在别的队友身上，只要能够躲开就不会再刷新了。第二个技能，它会随机选择几个部队，然后召唤冰雪，对我们的部队施加撕裂效果，持续时间10秒，并且会恢复15点能量。他选择的部队总共会有3轮，第1轮就只会有1个目标，第2轮2个目标，第3轮4个目标。假设撕裂效果还在那个部队上的话，每1秒将会获得1200点的伤害。这个效果是没有办法叠加的，而且目标受到来自辅助职业的治疗技能之后，撕裂效果将会被移除。那撕裂效果长什么样子呢？你们可以看到右手边的关羽，他的头顶上出现了雪花，然后他的部队一直持续受到伤害。那刚好我们的队友有带辅助技能，而且是治疗的，他就顺便帮我们治疗，移除掉了这个效果。如果这个效果一直持续还在，自己又没有带一些治疗的技能呢，很快就会死掉了。第3个技能，战场中间会出现一个随着时间慢慢扩大的预警范围，同时间场上会出现3个护卫，当所有的护卫被击杀或者是预警范围到达最大的时候，该范围就会爆炸，对范围内所有的部队造成1次伤害，伤害系数等于10000乘以剩下多少个护卫。释放这个技能之后可以获得40点能量。那当这个技能出现的时候，你们会看到3个队伍旁边会有一个金色的光在闪，然后旁边出现了几个部队。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在短时间内尽快把那3只妖怪给打死了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。因为只要把这3个护卫给打掉之后，它这个范围就不会再扩大，就不会这么容易中招了。假设你们不要提前把它给打死的话，它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，就像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。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离开这个红色的范围，或者是直接不要去理它只要你们携带的技能是坦克，或者是你的队伍之中有人带了辅助会回血的话，基本上都不需要怕。你看我的队伍都没有什么伤害。当然这个最好不要模仿啦，如果能尽快打掉就打掉它吧。最后一个核心技能就是我前面一直有提到的能量。能量是拿来干嘛用的？只要萨满累积了足够的能量，能量上限为80，它就会清空这些能量，并且对场上的所有玩家造成1次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2万。它出现的效果就会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，它会说一段话，然后突然间嘣那其实这个速度太快，你要闪掉也是没有办法闪了，而且范围是真的很大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了。接下来我们说普通技能，拉曼消耗2000点怒气的时候，就会对闪行范围内的敌方，也就是我们造成1次伤害。当这个 boss 他的头上有鼓的时候，伤害系数为2000，并且会获得4点的能量。如果没有鼓的时候，就会变成1000，并且获得2点能量。那这个新的 boss 呢，它的特殊之处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，它的头顶上会有一个鼓，但是每经过一段时间，它这个鼓就会转移到别的部队。它这边有3个部队嘛，另外2个部队是它的算是随从吧。然后它的闪行范围呢，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那样。当萨满手上有神鼓的时候，受到基础攻击时有 30% 的概率让敌方部队，也就是我们，平均速度下降 20%， 持续6秒，并且会获得3点能量，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吧。萨满消耗2000点怒气，召唤冰锥，在闪行范围内攻击敌方，也就是我们1次直接伤害。
有神骨的情况下2000的伤害并且获得4点能量，没有神骨1000伤害并且获得2点能量。它的冰锥跟之前我们打的冰雪 boss 是差不多的。这个冰锥一般会攻击到坦克的那个玩家而已啦，不会打到其他玩家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下一个技能，受到基础攻击时有 30% 的概率让所有在场的玩家防御力下降 30%， 持续6秒，并且获得3点能量。那这个也是不需要解释了吧。下一个技能，消耗2000点怒气就会召唤锋刃，对闪星范围内的敌方目标，也就是我们造成1次伤害。有战鼓的时候2000伤害并且获得4点能量，没有战鼓就1000伤害获得2点能量。不过当然那个技能也是打当前目标而已啊，其他玩家是不会受到伤害的。持有神骨的时候有 30% 的概率对全体玩家施加沉默效果，持续6秒，并且获得3点能量，这个也是不需要解释了吧。下一个技能你们要特别注意，在开始战斗的时候3个萨满，你们看到画面上有3个嘛，他们会轮流替换战鼓，也就是说一开始是中间的，第2次有可能是在左上角，第3次可能是在右上角。当萨满持有神骨60秒，或者是所率领兵力下降 30%， 这里所谓的兵力下降 30%不是我们，而是那个 boss 就会把神骨交给下一个。有神骨的萨满才会释放特殊技能，但同时受到的所有伤害将会提升 20%。没有神骨的萨满受到的所有伤害将会降低 90%。 也就是说你们打这个 boss 的时候，你看到哪一个头顶上有骨的时候就去打那一只，不要打那些头上没有骨的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你们入场的时候最好是打一个标记说要打头上有骨的，你们打头顶上没有骨的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。萨满的血量是共享的，你们看到战场上有3只，不是说要你们打3次，他们的共存方式就有点像之前的双胞胎那样，你只要打死了1只之后，其他那2只都会一起死。最后一个技能跟其他的 boss 是一样的，进入战斗420秒，也就是7分钟之后，所有伤害将会提升1万，等于说叫你们在指定时间内把它给打死就对了。不过在上次的更新之后，官方有说会直接出攻略嘛，你们也可以点开攻略看他们的教学。首先优先激活头顶上有骨的目标，那些没有骨的就不要打，我刚刚也是提过了。如果神骨转去别的目标身上，你们就去打另外一个目标，不要再打回原本那个目标了，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。所以你们玩这个关卡也是不能发呆，要保持清醒。最后就是猛烈输出，尽量避免神骨完成充能。假设你是比较强的玩家，可能还可以顶得住，但是你比较弱的话，装备不太好，你可能就承受不住，直接死掉了。那当然官方的教学也只是基础教学而已，如果你们想要玩得比较好比较快的话，最好是有一个玩家带嘲讽技能，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，如果这3个同时在一起的话，就会3个同时释放技能，玩家们是没有办法承受到的，所以最好是把他们给拉开。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叫一个玩家带上辅助技能，其他带坦克就行了。最重要还是负责嘲讽的玩家，你们可以看到右手边的 CP， 当战鼓换去别的目标之后，他马上换去别的目标再拉嘲讽，队友们之间要互相配合，否则你是没有办法打赢的。所以还是那一句，队友是真的很重要的。 boss 其实没有很难打，然后其他那些小技能你们就自己看要不要躲开吧，有些人会选择直接带坦克，完全不躲开回血就行了。打这个 boss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看谁的头上有骨，对着谁打就对了。最后就是看传奇模式给你们什么技能，因为传奇模式它每一次给的技能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出攻略。像是这一次有沉默的话，你们就可能可以带诸葛亮或者是布迪卡。有锁链的话，你们要自行分开。还有一些其他伤害的技能，你们就要自己去研究了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其他的攻略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帮我补充。赛罗利的新 boss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